车，走过太多战夜，夜潮正浓在叫晚风转色。王者的战车，称霸只差单射，任性地全部豁出变无敌。还像颜色，这世界是我天生拥有的。猛风笑，冷战更冷，我在和你，在处心，在角力。成败也相差一线，雷电又再闪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朕想去趟长春宫，针对孝成皇后夫妻情谊永存，希望她可以释怀。上路有问题。你醒一醒啊，多宝，你别扔下我啊！我求求你了。怪和尚，是你啊！你终于从鬼门关回来了。哎，为师总算没有白费功夫。是你救我的？不是，是你自己啊！要不是你有那么强的求生意志，没人能把你拉回来。你现在终于明白，身在朝廷，身不由己了。多宝，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的。那我就学愚公移山。总有一日会达成的。但是愚公说，如果他做不到，有他儿子、他孙子继续帮他做，总有一天会成功嘛。但是你呢，无子无孙，万一被太皇太后或者皇上砍了你的脑袋，你还报什么仇？说到底，你又是想劝我放下。但是现在说的是我们齐家祖爷孙3代血海深仇，怎么放下？唉，有一个人，他更放不下。你说玉群王是吧？太皇太后这个老太婆是我跟她的共同敌人。那你没跟她提过我们的关系吧？怪和尚，你真觉得玉群王很不可信吗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多宝，其实，在你身边呢，有很多人关心你的。那就说你爹娘、你表妹好了，你为了他们，应该珍惜自己，好好保住性命。唉，病呢，我就帮你治好了。但是临走之前呢，我还要还一个人情债啊。晏婴大师，自从虚云寺一别，哀家一直都希望跟大师详谈。哀家也派人去请大师进宫中弘法讲经，可惜大师多次推辞。幸好今天有这个缘分呢。罪过，罪过。好，哀家知道聂侍卫已经醒来，没生命危险了。你们可说是师徒情深呐。托太皇太后洪福，多宝总算躲过了这一关。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虽然贫僧只是教过他几下粗浅功夫，但是他为人忠诚，对贫僧也很尊重，因而得此机缘救回他一命。皇天有眼，为大清留下一个忠义之士，舍身护主。聂多宝却是大清的大功臣呐。太皇太后宅心仁厚，真是大清之福。哀家忧心的又何止一个聂多宝啊！大清的江山，天下的百姓，皇上的龙体，还有后宫的纷争，朝中的大臣操守德行，天灾人祸，这些都是哀家每天忧心的事。
师，坦白说呀，哀家已经心力交瘁了。放下自在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难道太皇太后还不懂得放下？哀家知道佛家讲放下自在，谈何容易呀，大师啊！哀家也很想知道，有什么良方可以叫哀家放下呢？能舍就能得。太皇太后舍不得权力，舍不得皇上，那10年之后又如何呢？10年后啊，天下大治，国泰民安，就连皇太子也长大成人，开盛世丰年了。20年、50年，甚至是100年呢？大师，太远了。太皇太后当年助大清开国，辅助2位少主，功不可没，实乃人中之凤。但是100年之后，也只是白骨一堆。大胆，居然对太皇太后不敬。贫僧可能出言莽撞，但是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。太皇太后若要自在安乐，就要懂得笑看风云。小盒子，你明白了没有？阿谀奉承的国事比比皆是，像演音大师如此直言的，你没见识过吧？回太皇太后，小盒子真是没见过。笑看风云，哀家但愿有这个日子。爷爷，爹，多亏你们在天保佑，多宝才能死里逃生。你兄弟不要太伤心。多谢福群兄。这次幸好有演音大师，你才好得这么快。大师可以说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大师一知道你受伤，马上赶入宫中相救。看来你和大师的关系深厚。其实我和演音大师只不过是萍水相逢，他出手救我也是本着出家人慈悲为怀之心，又何来深厚可言？原来如此。幸好这次我能逃过一劫，否则就没机会再追随福全兄，更加没机会为我齐家报仇。若是为兄当日及早发现事情有异，加以阻止，你就不用受那么多苦。世事难料，不过其实我早就觉得事有蹊跷。当日宫中闹鬼，我追随魅影到了永和宫，在那儿我发现一些很可疑的水迹和脚印。你不早点跟我说？当时我没有确实的证据，后来我出手试探翠玉，我发现她的武功和当日潜入侍卫营的黑衣人非常相似，都是峨眉派。峨眉派。之后我还想检查她手背的伤痕，但是她情愿弄伤自己也不让我检查。这次皇上遇刺，真的很可能和她有关。之前步骑也有提过，你们所说的翠玉是端敏格格的婢女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的身份可以是假的，甚至于连端敏格格也被她骗了。既然如此，一定要留意她，不过小心打草惊蛇。这次你救了皇上，立下大功，皇上赐你为金刀侍卫，还晋升为侍卫营统领，只在步骑一人之下。皇上还下旨恩准你回大石牢疗伤。那我除了可以回去看爹娘之外，也可以顺便查清楚翠玉的底细。多宝哥真是光宗耀祖啊！今天我们大师了这么光彩，都是多亏多宝哥。多宝哥好样的！谢谢谢谢。我们多宝真的很能干的。好了，请大家里边坐啊，随便叫菜吃啊。是啊，大家随便坐，千万别客气啊。多宝，怎么了还疼啊？要不要娘帮你上些金创药？不用了，娘。爹娘为你准备了10全大补汤，包你喝了生龙活虎。是吗？表哥，
前阵子我吃不下睡不着，很担心你的安危。幸好你现在已经逢凶化吉，平安归来了。傻丫头，那天你不省人事，我不知道多提心吊胆呢。哎，我聂多宝一向福星高照，福大命大吗？怎么会轻易有事呢？恩泽，你这特别夸张。我怎么夸张了？你不知道你躺在床上生死未卜那个样子。哎，多宝，你不用哄娘了。我从小把你带大，你哪句真哪句假，难道我还看不出来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娘最近的寝食难安，整个人都是瘦了，可怜呐，还去虚云寺磕了1000个响头，求菩萨保佑你平平安安的。他们说的那么严重，哎，现在终于看到你平平安安、精精神神的回来，娘做什么都值得。娘，辛苦你了。娘才不辛苦，辛苦的人是你呀。自从你进了宫之后啊，大伤小伤看了我都心酸。哎，刚刚被人查完身世，现在又说为了救皇上到鬼门关去走了一趟。儿子，你还是辞官别干了，再这么下去啊，我早晚会吓死的。是啊，表哥，你还是留在长满楼帮忙吧。多宝他娘啊，以前呢，我极力阻止他当侍卫，你这大力支持。现在儿子当了御前侍卫营统领，这可是大官，你叫他辞官，你到底哪句是真的？可不是，你儿子我好不容易才能当到侍卫营统领，还可以在皇上身边办事。要是我贸贸然辞官，不就浪费了我之前的心血了？做官有什么好呢？我宁愿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，不是更好？这样吧，我答应娘跟爹，以后我会常回来长满楼，陪你们吃饭，吃百宝鸭，好不好？今天可以回大石栏和你们相聚，是多亏皇上开恩。皇上恩典，能够和格格再相聚，也是天大的恩赐啊。对了，格格，上次特意送过去的人参，可有服用啊？端敏尚未服用。人参虽可补气，但如身体有气虚之症，妄加服用，只会出现胸闷腹胀之症，还是小心为上，静观其变为佳。正是，服用人参一定要循序渐进，不可以操之过急，还要找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够服用，否则便会弄巧成拙，前功尽弃了。端敏明白。翠玉啊，宫中的规矩繁复，千万不要出错漏。还有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格格呀。翠玉遵命。这么难得才能够跟舵主互通消息，怎么你们一见面只是不停的聊人参，简直是浪费机会。爹问我吃了人参没有，其实是想确认行动是否已经失败，所以舵主说要等适当的时机，否则便会前功尽弃。侍卫从早跟到晚，看来对我们已经有所怀疑，我们说话要小心为上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打我的！杀！格格没事吧？2名御前侍卫，连一个疯汉子也挡不住，令格格受惊，可这该当何罪？属下令格格受惊，罪该万死。你们办事不力，就由本统领随行，护送格格回宫。属下遵命。端敏格格，奴才告退。慢着，本格格出宫多日，不知皇额娘现下情况如何？你带我去看看她。是，格格。过来喝杯茶。你的伤势好了没有啊？多谢格格关心。奴才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。这里没有外人，不必这么见外。
你可不可以叫我一声子宁？子宁姑娘，坐啊。在我昏迷的时候，我隐约听到你的声音，我还依稀记得，你好像看着我哭。我知道你来看过我，谢谢。你我相识一场，我知道你身受重伤，当然要去看看你了。既然你说我们相识一场，那我有件事要提醒你。什么事啊？我怀疑翠玉就是刺杀皇上的反贼。不可能！当着我跟踪那个鬼影到永和宫，接着鬼影就不见了。之后我来这里搜查，发现水迹和脚印。我叫翠玉把她右手手背让我检查，但是凑巧她右手手背居然受伤了。你说一切会不会太巧合了？翠玉只是一个婢女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跟你交手？她会武功的，她根本就是想出手接那把刀，而且她使的是峨眉派的拈花三叠掌，和当日在直庐黑衣人所使用的武功一模一样。子宁姑娘，你叫我怎么解释？翠玉是我带进皇宫，你怀疑她，就是怀疑我。坦白说，你也有嫌疑。荒谬！我是堂堂格格，皇上的亲妹，怎么会刺杀我的兄长？要是你真的怀疑我们，你现在马上去禀告皇上。子宁姑娘，其实不止我怀疑你，就连步骑那边的人也开始怀疑你。刚才那个疯汉子，很明显是步骑他们派人来试探你们的，否则的话，2个御前侍卫会拿不住一个疯汉子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告诉我，让我帮你。我光明磊落，用不着你帮。既然你怀疑我和翠玉，我跟你没话好说，你退下。子宁，其实你现在身处的环境也很危险。发生什么事你告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叫你退下。奴才告退。我们堂堂御前侍卫，连送饭的差事也要我们干。算了，步骑大人说过，房里面的人很重要，要我们特别照顾。只要这个女人肯出来指证聂多宝，绝对不会有翻身之日。哼，看他这个统领还能威风多久？的确如此，只是靠这个妙祝婆，是不可能置聂多宝于死地的。但是，我们知道他身世有可疑，就有机可乘。你们2个去抓他父母回来，严刑逼供。只要他的父母招供，那聂多宝就罪犯欺君。到时候，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无计可施。是大人。聂大人，大事不妙！我刚才在直庐听到步骑他们说，在石家庄找到的女人可以指证你的身世，是犯上欺君之罪。他们还要抓你父母到侍卫营，再严刑逼供。都没见过。爹娘，多宝，快和尚！多宝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？不是有什么事发生了吗？侍卫营现在怀疑我的身世，还在石家庄抓了妙祝婆来跟你们对峙。啊！这一天终于来了，多宝，那你应该明白为师所说的话了。哎呀，多宝啊，之前侍卫营不是说查过你没事了吗？现在又旧事重提。时候不多，我们要立刻离开这里。不错，我看侍卫营很快就会来虚云寺，你们赶紧从后门走，尽快离开京城，多多保重。你也要保重啊！王爷，步骑大人这次先斩后奏，态度嚣张，看来他好像胸有成竹似的。我打听到他从石家庄带个女人回来，藏在侍卫营。不齐，只是仗着有太皇太后撑腰。不过照这么看，他应该掌握到聂多宝身世的秘密。要是这样就麻烦了。王爷，聂多宝确实是一个人才，不过他的身份确实可疑。他既非聂冠一的亲生儿子，又和当年1等侍卫齐道廷有莫大关系。王爷要是插手帮他的话，
恐怕会惹祸上身。聂多宝是什么人，你不需要理。目前最重要的是阻止步骑再查下去，万一火烧连环船，就会查到本王和聂多宝的关系，到时候本王便难以抽身。属下明白。爷爷，爹，我现在要带我的养父养母远走高飞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可以再来坟前跟你们见面。不过你们受过的苦，多宝绝不会忘记。有朝一日，我一定会回来，替你们报这个大仇，一定会。爹娘，我们走。哦。他们追来了，你们去西湾渡头等我，我引开他们。聂多宝！王爷，王爷，你来抓我们的，多宝是不是被你们抓了？本王和多宝情同兄弟，我来是想帮你们。真的？能够得到王爷相救就好了，求王爷救多宝啊！本王一定尽力。不过，侍卫营在石家庄找到一个女人，在威逼利诱之下，她承认了，你们不是多宝的亲生爹娘。假如朝廷抓到你们，一经对质，一定满门抄斩。到时候，我想帮也帮不了。就算多宝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也不用这么大罪吧？你有所不知，先前宫中有反贼行刺皇上，皇上认定是侍卫营有问题，才使反贼有机可乘。若是查出多宝身份有可疑，皇上一定怀疑多宝。王爷，多宝最崇拜的是三国的五虎将，尤其是赵子龙，忠心护驾，就算死，也不会行刺皇上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。请王爷向皇上说明一切，替多宝求情啊！究竟你们是不是多宝的亲生爹娘？本王已经心里明白，你们犯的是欺君大罪。就算本王冒险帮你们离开京城，藏身在偏远的地方，多宝一辈子都会沦为清犯，前程尽毁。多宝那么硬骨头，他怎么肯屈服？做只缩头乌龟，到处匿藏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啊！没错，多宝心高气傲，我不能让他以后抬不起头做人的。王爷，你一定有办法救多宝的。只要多宝没事，我们两个赔掉性命都无所谓的。王爷，王爷，为了多宝，我们做什么都肯的。王爷，两位请起，两位请起。王爷，其实不是没有转机。皇上素来信任多宝，如果没经过严刑拷问，没当面对质，单凭一个女人一面之词，很难定多宝罪。日后多宝仍然可以堂堂正正为皇上效命，建功立业。关键在于，没人出来对质，多宝一定没事。只要没人对质，多宝就没事。我们这一生已经心满意足，儿子长大成人，当了御前侍卫，可以说是光宗耀祖。是啊。长满楼怎么突然不开门做生意了？是啊，前2天我没听见老板说今天不开门呢，我还约了人今天在这儿请客呢。你们干什么？我都已经答应跟你们合作了，
只有死人才会合作。爹娘，我约了你们在渡头会合的。多宝，你坐下来。爹亲手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肉包啊，趁热吃。来，吃什么包子？没时间了，走吧。多宝，娘和你爹不想走了。天大地大，你能逃到哪儿去？何况我们都几十岁了，目前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度过。什么不走了？你们怎么了？走啊！多宝，走啊！多宝，乖了，娘求你了，来，乖，坐下来啊！坐下来。你们干什么呀？多宝，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很小啊就很喜欢看娘练功夫了？几岁大的孩子就学娘打功夫，嘿吼嘿吼，边打边叫。才10岁就学会了70几招套拳了。当时娘不知道多开心，我就知道你是练武的奇才了。娘，哎呀，你要学赵子龙那么能打，就是不肯跟爹学厨艺。哎呀，我拿你没辙，你就喜欢舞刀弄剑的。不过你现在呢，贵为御前侍卫统领了，为皇上办事，我们也感到很光荣啊。是啊，多宝，虽然呢你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但是一直以来啊，你真的很乖很孝顺。我们能够成为你的爹娘啊，是我们的福分呢。你们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了？来日方长，以后慢慢说吧。我们走。走了。多宝啊，你先吃个包子啊。对了，在我床铺下边有个木盒啊，这个木盒呢就收藏了百宝鸭的秘方啊。将来你照着秘方做啊，就会做出一道五味俱全的百宝鸭了啊。是啊，还有啊，你将来成家立室，开枝散叶。你不要再对格格痴心妄想了，你们一个天一个地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其实那双鞋也不错，他孤苦伶仃，你以后啊要好好的对他。行了，我们走。多宝啊，之前呢，你娘把小鞋和婴儿服交给你啊，漏了把金锁啊。这把金锁呢，在帮你回来的时候呢，已经挂在脖子上，你好好的保存啊。知道了，我会。我在大树林后面呢，已经准备了3匹马，这次我们一定能跑掉，放心。来吧，走。你们怎么了？你们不舒服啊？爹，娘，你们怎么吐血啊？怎么回事？啊！多宝，爹和娘要留在这里，我们不会走的。你们为什么会吐血啊？我们吃了毒药了。啊！你们为什么要吃毒药？为什么？多宝，只要我们死了，妙珠婆说的话只是片面之词，没人对质，那你的身世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。你们干嘛要这么傻？解药呢？解药在哪里啊？多宝，解药！多宝，解药在哪里啊？解药在哪里啊？多宝，解药！这个毒是没解药的。不会，我出去给你们找解药。多宝，多宝，你不要走啊！你走了，爹和娘就等不到你回来了，见不到你最后一面了。多宝，娘也舍不得你呀，多宝，我舍不得你呀，多宝，儿子，别哭了，娘，男儿流血不流泪，乖。多宝，来生我们要做一对真正的父子，流同样的血啊！不是来生，多宝一直都是你们的儿子，我一直都是啊。前世、今生、来世，我都是你们的儿子，你们都是我的爹娘啊！你们记住啊！儿子，是的，我们会记住，我们会记住。爹娘，儿子，多宝，爹娘，
准死啊！醒醒啊！表哥，醒醒啊！姨父，姨父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醒醒啊！醒醒啊！不准死啊！醒醒啊！聂德宝，你居然还敢回来！不准死啊！死了！你居然杀人灭口！你岂有此理！嘿呦，嘿呦！聂德宝，跟我走！呀！你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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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哥，走！大人，我要杀死你！住手！我要杀死你！大胆！住手！参见王爷！参见王爷！王爷，发生什么事？回王爷，我们抓了聂多宝回来，以为抓他爹娘，他的身世就可以水落石出。可惜，他爹娘为了救他，居然服毒自杀。服毒自杀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啊，是不齐这个狗贼逼死我爹娘，是你爹娘知道即将东窗事发，想掩饰真相，畏罪自杀。不齐这个狗贼，是你这狗贼害死我爹娘的。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不齐，回王爷，我们原本有力证人，妙珠婆可以指证聂多宝。但是现在妙珠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自杀，下官相信一定另有内情。够了！你口口声声说有真凭实据，还说有重要人证在你手里。现在呢，本王很怀疑你当初抓人的用意。既然没人指证聂多宝，聂多宝就是清白无辜。塔山在，给聂大人松绑。遵命。是你逼死我爹，是你逼死我娘。多宝啊，你还坐在这儿啊？楼上的客人催百宝鸭好了没有？快点吧！哦，儿子，活是干不完的，你还没吃饭，饿了吧？吃个菜肉包垫垫肚子。爹。表哥，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和恩泽都是以前侍卫，你们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打听到，原来不齐抓了妙珠婆的儿子，要挟他来对付你。但是那个妙珠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自杀死了。不要再问了，这件事一点都不简单。但是我怎么想都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。侍卫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恩泽，记住，你知道越少，你就越安全。既然你说的这么危险，你为什么还要当御前侍卫？表哥，你不要再做了。不行，你表哥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我已经失去姨父姨母，我真的不想再连表哥也失去。你不要
傻丫头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，我也不会让我自己有事。你表哥我现在的命很重要，我还有很多大事要去做。不过你们要答应我，你要懂事，你不要再插下去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妙祝婆应该是被人杀人灭口。傅玄兄，你派人干的？是。但他是无辜的，还要死多少人才够？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你，当时形势危急，我没别的办法。他一出来对峙，你就犯了欺君之罪。够了，我不想再有人为我们而死。难道我好过吗？你可以说我没用，眼睁睁看着他们害了一个又一个，害死你爹娘，害死妙祝婆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不过，我真的无能为力。你想想，就算我不出手，不齐利用完妙祝婆之后，同样会杀人灭口。他们的手段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做人活着已经很困难，为什么还要死得那么无辜？总之，你记住，这个仇一定要报，要尽快对付太皇太后，这样才对得起那些无辜枉死的人，对得起你爹娘。也许福玄兄说的对。这次不齐无功而返，不过我相信他应该不敢惊动皇上。太皇太后绝对不会就此罢休。奴才罪该万死。本来可以让聂德宝露出狐狸尾巴，但是可惜棋差一招，被他死里逃生。奴才该死。行了，留下你的狗命，哀家有事要你办，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不杀之恩。根据你所说，玉亲王为了救聂多宝，兵行险招，还暗中派人杀了妙祝婆。玉亲王深藏不露，就连哀家也几乎被他蒙骗。不齐，你觉得你斗得过他吗？太皇太后，虽然这次他们可以瞒天过海，但是这样反而足以证明一件事，就是聂德宝的身份的确是有很大的问题。这个聂多宝，当初哀家向他招揽，他不识抬举，居然不为哀家所用，还存心投向福全，简直不知死活。玉亲王狼子野心，聂多宝身份可疑，两人朋比为奸，一定是图谋不轨。究竟他们想干什么呢？请太皇太后放心，虽然聂德宝这次侥幸逃脱，但是奴才会加派人手严密监视他，一有风吹草动，马上向太皇太后禀报。既然玉亲王已经布下棋局，哀家一定奉陪到底，杀他一个全军覆没，要他永无翻身的机会。皇上，先父先母猝然离世，奴才虽然生不如死，但是皇上对奴才有知遇之恩。如今逆贼未除，奴才一心只想继续追查行刺皇上的元凶，以谢皇上圣恩。聂德宝对朕忠心不二，难得，难得。先有明君，后有忠臣。要是大清多几位像聂多宝的忠臣，上行下效，我大清王朝一定稳如泰山，千秋不移。聂多宝，你先返回侍卫营，一切如常。奴才遵旨。
臣等先行告退。可惜，可惜呀！皇上是可惜聂多宝父母双亡，还是可惜聂多宝的身世有可疑之处啊？聂多宝对朕忠心耿耿，而且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奴才相信步骑行事谨慎，一定是掌握到聂多宝身世的重要证据，才胆敢做这么多事。这么看来，聂多宝的身世确实有可疑之处。奴才明白皇上的心情，当日聂多宝奋不顾身，以死相救。要是他真的对皇上有异心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连命也不要去救皇上呢？正是因为如此，令朕百思不得其解。朕也不相信聂多宝是乱党，只是最近实在发生太多事。容若，如今除了你之外，朕不知道可以信任谁。皇上无需过虑，奴才相信以皇上圣明，人心所向，乱臣贼子难以有机可乘。至于皇上心中的疑虑，奴才一定竭尽所能查个明白。好，你就帮朕看着步骑和聂多宝，一有异样立刻向朕汇报。不过你要记住，步骑始终是太皇太后的人，朕不想惊动他老人家。奴才遵旨。万岁爷，奴才叩见万岁爷。平身。谢万岁爷。何事慌张？回万岁爷，皇贵妃娘娘连日来凤体违和，食欲不振，倦怠思睡，但是不知因由。傅太医已经前去为娘娘诊治了。皇上大喜，皇贵妃娘娘脉里暗之流利，滑如走珠，是喜脉啊！云起天變色，走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但借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。在處心在角力，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